魂不滅，無人可動無主。你既不願助我，就葬在這兒吧。你主人當年為守仙界而戰，有萬年偏執，獻祭無辜生靈，這真是他心中所願嗎？仙逆151集，亡靈終於揭開萬年騙局，李淵根本不是本人，只是仙人的輪迴傀儡。亡靈看穿李淵真面目，揭穿其并非解除李家奴印，而是要復活仙主的真實目的。李淵陰謀敗露，雙方徹底撕破臉，生死對峙驟然爆發。亡靈痛斥其為復活主人，不惜獻祭主上後人血脈，以血清祭奠，換取仙魂蘇醒，行徑喪盡天良，有違天道。他更是點出核心真相：仙人石像之下承載着無盡悲傷與無奈。所謂的復活大義，從來都只是李淵的一廂情願。這番話精準擊中李淵內心最深處的執念軟肋，讓其心神震動。李淵立刻厲聲反駁，堅稱自己所作所為皆是大義，數萬年堅守輪迴，背負罵名，只為復活主上，絕非旁人能夠妄議。就在二人言語交鋒之間，亡靈心中所有猜測徹底落地，橫跨萬年的因果脈絡豁然開朗。他看穿了這場延續數萬年的輪迴騙局，更是識破了李淵的真實身份。眼前之人根本不是純粹的李家後人李淵，而是被奴印殘魂寄生的輪迴載體。數萬年前，李家先祖本欲破除家族世代傳承的奴印，解救被奴役的族人，卻不料體內潛藏的仙人仆魂蘇醒，篡改了初衷。原本的解印之路，淪為獻祭血脈、復活仙主的逆天祭典。自此，李家世代輪迴皆被這縷仆魂操控，代族人淪為仙人復活的工具。而葛家便是上古仙人的直系後裔，身負精純仙血，成為仆魂萬年以來不惜一切代價獵殺獻祭的目標。數萬年前的第一次輪迴祭典失敗，並非法器不足、血脈不夠，核心根源是被封印的仙人之魂根本不願以斷絕後人血脈、屠戮生靈的方式重生。亡靈目光如電，字字鏗鏘，將這萬古隱秘當眾道破。他直言，眼前的李淵體內共存兩重意念，一眾是真實的李淵本心，堅守家族初心，渴望解除奴印，解救族人；另一眾則是霸道偏執的仙人仆魂，以復活仙主為唯一執念，不擇手段屠戮無辜。兩重意念常年衝突拉扯，這才導致李淵施展的所有禁制都暗藏崩潰破綻，威力始終無法圓滿。真相如驚雷貫耳，狠狠衝擊着李淵的心神，萬年執念轟然鬆動，內心生出劇烈的掙扎與抵觸，道心瀕臨崩塌。亡靈等待已久的時機終於到來，他不再言語辯駁，直接出手破局。山石之魂凌空鋪開，滄桑霧氣席捲四方，直指山頂仙人石像，欲撼動這場宿命的根源。與此同時，本命神通因果之鞭破空而出，這柄執掌輪迴因果、專破道心本源的至寶，精準抽向李淵的因果根基，而非肉身元神。一鞭落下，李淵渾身巨震，連連後退，肉身與元神生出極致排斥。亡靈再度道出絕殺真相：你之肉身皆排斥於你，只因你魂非李家魂。話音落下，定身術驟然施展，禁锢李淵身形。第二道因果鞭緊隨而至，層層剝離仆魂的執念枷鎖，接連的道心重創讓李淵的掙扎愈發劇烈，猙獰與迷茫交織，萬年堅守的信念搖搖欲墜。可就在道心即將徹底崩塌之際，李淵強行壓下所有動搖，執念再度佔據上風。他緩緩後退，眼神恢復冰冷平靜，死死盯着亡靈，反覆呢喃自己從未做錯。在他心中，只要能讓主上脫離封印，重入輪迴，哪怕獻祭葛家全族，犧牲萬千生靈，背負萬世罵名，皆是值得。為達成終極目的，李淵祭出壓箱底手段，喚出與仙位禁錮同源的黑線秘術，欲強行鎮壓亡靈。亡靈冷眼旁觀，早已洞悉一切。他看穿李淵此行的真正目的，對方觊觎的從來不是他的定身術，而是他手中執掌輪迴天道的因果之鞭。李淵坦言，若無因果鞭，復活仙主僅有70%把握，有此物加持，便可突破萬年桎梏，勝算直達90%。而數萬年前的第一次祭典失敗，根源從來不在外物，而是仙人本身的抗拒，仙魂不願以血腥獻祭的方式重生。為徹底擊潰李淵的執念，亡靈祭出從未動用的山河屏風至寶。屏風展開，浩瀚山河畫卷籠罩天地，化作一方獨立乾坤，將李淵的黑線秘術盡數收納，禁錮其中。隔絕一切外力後，亡靈的聲音如天道雷鳴，反覆叩問李淵的本心，逼其直面核心真相。數萬年前，法器、血脈、布局皆圓滿，最終依舊失敗，皆是因為仙主本心抗拒這場獻祭。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無人認可的偏執鬧劇。聲聲詰問再度勾起李淵的心神掙扎，道心裂痕徹底擴大。亡靈抓住時機，厲聲喝令李淵回頭觀望。李淵下意識轉頭看向山頂的仙人石像，眼前一幕讓他徹底失神，心神俱碎。石像周身紅焰盡數內斂，無數裂紋蔓延全身，血色紅光從裂痕中汩汩溢出，浸染虛空。最震撼人心的是，石像雙眼之下，血色光暈凝聚成形，宛如2行血淚垂落，無聲訴說着萬年的無奈與悲戚。這一刻，萬年執念徹底破碎，李淵怔怔跪地，喃喃自問，陷入無盡迷茫。他一生所求，不過是讓仙主重臨世間，讓自己得以繼續勢力劍尖，征戰四方。可主人的血淚，卻在無聲否定他所有的付出與犧牲。亡靈默然觀望，心中生出幾分唏噓。李淵並非惡人，只是一名太過忠貞的餘僕，被萬年執念困住心神，淪為
輪迴與宿命的犧牲品。遠古虛影浮現，昔年仙人隕落，僕從獨立劍間，茫然四顧的孤寂畫面與眼前的李元完美重合，悲涼之感彌漫天地。就在李元道心坍塌、宿命落幕之際，10象周身血色紅光盡數迸發，源源不斷被山河畫卷吸納。隨着紅光不斷湧入，古老的畫卷邊緣燃起赤色火焰，火勢緩緩蔓延，吞噬整片山河圖景。烈焰焚盡畫卷，一切具象的畫面盡數化為塵埃，唯獨裊裊青煙懸浮長空，緩緩凝聚成一道模糊人影。人影踏階而立，立於青煙化形的劍柄之上，姿態與遠古仙人一模一樣，空靈而虛幻。青煙仙人側身抬手，輕輕召喚跪地的李元。剎那間，李元眉心萬年未解的奴印浮現，脫離肉身，化作一縷殘魂，追隨青煙仙影升空，穩穩落於劍尖之位。數萬年的輪迴羈絆，世代傳承的奴印枷鎖，在此刻徹底終結。青煙仙影攜殘魂飄然遠去，消散於天際，只留下殘破崩塌的石像與滿目荒蕪的山峰，徒留無盡虛幻與悵然。亡靈佇立原地，心生迷茫。他本以為自己看破了所有因果輪迴，看透了一切真相，可最終的青煙虛影，讓所有答案再度變得模糊。無人知曉，上古仙人是真的魂滅生死，一切皆是僕魂的獨傷幻夢，還是仙人本有殘魂，最終得以解脫眾生？這場橫跨萬年的宿命，終究留下了無盡謎團。唯有雷之仙界的長空，從此多了一道青煙劍影，永恆佇立，飄蕩不息。風波落定，大地之上的李元緩緩甦醒，擺脫奴印殘魂操控的他，終於恢復本心神智。過往被操控的偏執行徑，盡數浮現心頭，愧疚與感恩交織。他深知是亡靈點破宿命，解救自己，讓自己擺脫萬年傀儡命運，得以重歸本我。自此，李元徹底放下過往執念，對亡靈心懷極致感恩，毫無保留地分享自身畢生所學，以此報答救命之恩。接下來的大半個月，二人結伴同行，穿梭於雷之仙界的破碎大陸，探尋上古仙人遺跡。李元精通禁制之道，尤其掌握上古4大禁術之一的破滅境傳承，眼界遠超尋常修士。他一路為亡靈拆解各類上古禁制，詳解仙境奧妙，坦言世人熟知的梅花18境，僅僅是破滅境衍生的支流皮毛。真正的破滅境可封印仙魔，禁錮天地，威力媲美頂尖仙術，霸道無匹。同時，李元向亡靈道出破滅境的傳承隱秘。數萬年來，李家曾7次外泄破滅境功法，卻無人能修成正統。核心原因便是缺失獨屬於李家先祖傳承的心境。口訣招式可傳世人，心境本源唯家主可成。為報答亡靈再造之恩，李元鄭重許諾，離開雷之仙界回歸家族後，便開啟傳承祠堂，將自身一半心境本源贈與亡靈，助其修成完整的上古破滅境。這份承諾意味着亡靈將觸及羅天星域最頂尖的禁制傳承，實力將迎來質的飛躍。二人一路探尋，所見遺跡大多被前人搜刮一空，禁制殘破，寶物盡失，始終一無所獲。直到抵達一片黑色泥土覆蓋的荒蕪碎片大陸，轉機悄然降臨。此地天空陰沉無雷，卻隱有悶雷轟鳴，萬里荒蕪，人跡罕至，荒涼之感撲面而來。李元一眼便看穿此地玄機，這裡殘存的是仙境8法第4重禁制，依托周遭環境錯亂神識，隱匿遺跡，精妙絕倫。二人仔細探查，發現禁制雖歷經萬古，卻從未被人徹底破除，僅表層陣法遭粗淺破壞。李元當即出手，指尖凝出破滅境印訣，一聲破字落下，大地如波浪翻湧，破碎的幻境層層瓦解，一座破敗的上古仙山殿宇顯露真容。仙山殘破，仙草盡絕，殿宇斑駁，威嚴不在，顯然早已被修士探尋過，看似毫無價值。但亡靈觀察力超凡，敏銳發現殿宇後方的古樹暗藏詭異，此樹左半枝葉隨風晃動，右半枝葉紋絲不動，亘古禁止，違背天地常理。二人瞬間確定，此處暗藏第2層隱秘禁制，絕非普通上古遺跡那般簡單。快步靠近後，陰森刺骨的氣息撲面而來，樹下2具森森白骨靜靜陳列，其中1具骸骨身着古樸皮甲，紋路天然成型，滄桑厚重。當看清皮甲的剎那，亡靈神色巨變，罕見露出難以置信的神色。這件皮甲材質特殊，乃是古神之皮煉制而成，與他熟知的古神本源氣息高度契合。一瞬之間，濃烈的悲涼之感席捲亡靈心神，讓他不由得聯想到自身古神本尊。這件上古遺存的古神皮甲，也印證了此地遺跡的古老與不凡，絕非尋常仙人洞府可比。李元立刻出手破境，梅花18境，凌空籠罩古樹骸骨，空間劇烈扭曲震盪。隨着鏡面破碎般的聲響響起，所有幻境徹底崩塌，古樹骸骨盡數消散，一處散發柔和仙光的上古傳送陣顯露而出。李元當即識破禁制真相，此乃仙境8法第3重聖幻境，以骸骨、古神皮甲為誘餌，布下絕殺幻境，引誘尋寶修士踏入。萬古以來，不知葬送多少修行者性命。二人謹慎推演，斷定此禁制為上古原生陣法，從未被人真正破除。歲月流逝，導致陣法鬆動，外泄異象，才露出些許破綻。就在二人準備踏入傳送陣，探秘隱秘秘境之際，整片天地驟然巨變，一股極之霸道、橫貫萬里的恐怖神識蠻橫席捲整片碎片大陸。這道神識威力駭人，所過之處陰雲退散，天地窒息，蘊含的恐怖神威遠超二人認知。李元當場承受不住神識威壓，氣血翻湧，口吐鮮
鮮血，神魂震顫，幾近潰散。亡靈亦是心頭巨震，這道神石帶着幾分熟悉的詭異氣息，絕非雷之仙界本土修士所有，乃是橫跨星域而來的絕世強者。生死危機骤然降臨，亡靈來不及多想，一把抓住李淵衣襟，全速衝向身前的傳送陣，欲借秘境傳送逃離危局。身後的恐怖神石瞬間鎖定二人，天地大勢驟然收攏，方圓100丈天地盡數化為血色，血色煙霧翻騰翻滾，凝聚出無數猙獰陰魂，斜刺耳尖笑，瘋狂撲殺而來。危急關頭，二人配合無間，默契十足。亡靈全速突進，奔赴傳送陣。李淵留手段後，雙手掐訣無盡靜止，層層疊疊的梅花18徑凌空鋪開，阻攔血色陰魂的追殺。眼看二人即將踏入傳送陣，脫離險境，冰冷的威壓之聲響徹天地，絕殺秘術驟然降臨，血空凝3字落下，天地禁錮，虛空凝固，100丈空間被無形大手強行收攏擠壓，恐怖的禁錮之力死死鎖住亡靈與李淵的身形。二人渾身沉重如山，步履维艱，哪怕抬足抬手都無比艱難，周身仙力被徹底封鎖，法寶術法皆無法動用。虛空之上，一道赤色紅芒飛速凝聚，血族的身影緩緩顯現，橫跨星域的極致恨意與滔天殺機籠罩四方，帶着不死不休的極致怨懟驟然降臨，將亡靈與李淵困於絕境之中。雷之仙界的全新生死大戰就此轟然開啟。